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哦。现在呢，说话的是呢，纽约市经济发展局的 Will Fisher 代表。呃，今天呢，有很多市政府单位呢，以及第三社区委员会，以及纽约公园局、纽约市运输局的代表来参加这个线上会议。现在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会议的议程。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呢会有一个简报啊，这个简报大概20分钟。那简报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座谈的时间。关于现在这个今天要简报的布鲁伦大桥蒙哥马利街航爱防洪工程计划，哦，是在两桥社区的，这个计划的项目是在两桥社区哦。那这个工程呢，大概呢就在离水岸1尺附近哦。那这个计划呢，呃，我们跟社区呢，还有很多呢市府单位互相合作，呃，已经计划已经开始4年了。那我们现在呢，几乎完成了我们的设计规划的部分，那很快我们就会在2021年完成所有的计划规划。那我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因为希望可以知道社区的意见，然后呢可以放在这计划里面。很高兴大家今天来参加，欢迎大家。我们今天大概会议大概会在8点结束。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把它打在聊天室。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会把这些民众的问题呢集结起来，最后呢会把这些问答放在网络上。那我们首先呢，先感谢一下 Cup Strategy 这个公司哦，协助我们大家，让社區呢可以参与这个会议。欢迎大家来参加布鲁文大桥蒙哥马利街海岸风工程计划社区在线会议的简报。简报内容包括曼哈顿下沉防洪工程回顾、布鲁伦大桥蒙哥马利街海岸防洪工程计划简报、社区防洪措施以及抬升基座的简介，海平面上升的相关项目设計細項介紹，也還有污水截流隔離龍的介紹。防洪放起啦，即係唔同嘅一啲關於呢個工程裏邊嘅方面，我哋今晚都會喺度同大家介紹嘅。
interpreters. I just reset the main channel, so please head back to your channels. Thank you. Brooklyn Bridge Montgomery Coastal Resilience Project. This presentation will include a review of the Lower Manhattan Coastal Resiliency Master Plan, an introduction MCR 回顾布鲁文大桥蒙哥马利街海岸防洪工程的简报，还有社区防洪措施以及台生基座的简介，以及项目设计细项介绍，还有最后就是一个污水截流隔离门的介绍。2012年的时候，10月的时候，飓风山迪重袭纽约，造成纽约市大淹水。那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哦，估计未来因为气候变迁关系哦，估计未来因为风暴潮和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淹水哦，会更加严重。那值得注意的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淹水，就算是大情圣都有可能会发生。曼哈顿下沉海岸线防洪工程项目，又称 LMCR， 是纽约市保护曼哈顿下沉免受气候影响的专案。那纽约市府斥资了5亿呢，在这个专案上。那是那这项目的工程呢，在2021年前就会开始动工。那这个工程呢，将涵盖曼哈顿下沉70%的海岸线哦，其中包括炮台公园地区海岸线防洪工程这个项目更是先进的工程哦。纽约市政府将会提高炮台公园水岸的基台，来防御海平面上升对该区造成的影响哦。那在金融区和南街码头区呢，纽约市将使用防御措施哦，将防洪线向水边水岸的方向推移，然后呢，会在金融区、两桥区这里打造暂时的防洪措施哦，在永久性防洪措施被安置的期间哦，来保护这地区的居民。那我们现在要介绍布鲁文大桥蒙哥马利街海岸防洪工程计划，我们又叫它 BMCR。这项工程呢，可以减少两桥地区的洪灾风险，同时呢，也可以保护该区的景观，还有滨水区域，以及让前往水岸的通道更便利哦。当年飓风山迪对两桥地区造成重创也是社区一个能够受到气候变迁影响很好的例子在未来呢，因为气候变迁对城市造成的影响会更严重。那你现在看到的是2050年的时候呢，百年风暴潮影响的范围。
那这个百年风暴潮，每年将有100%的百分比机会出现哦。那这个呢，洪灾呢将会影响超过3个街区。你看到这3个街区，大部分都是住宅区哦，所以居民的生命财产啊都会受到威胁。在过去4年呢，BNC 这个团队呢都有跟我们社区保持交流，聆听社区对项目的设计的意见以及反馈。那社区除了希望能够优先减少洪灾、保留景观，还有水岸的通道呢，我们收到很多社区居民怎么使用水岸啊，以及水岸应该是哪些措施保留或增加哪些水岸措施的意见呢？那这个简报呢，我们将向大家呈现社区的反馈意见如何融入到这个项目的设计中。举例来说，我们收到社区希望水岸能够有弹性运用的开放空间啊、健身措施啊、游乐场啊、椅子啊、滑梯等等，我们也帮这个意见加到设施的设计中了。这个项目的设计规划从2016年开始，目前已经完成75%了。已经完成的项目的设计，包括防洪系统和公共设施。最后我们就要向施工计划迈进哦。最终版的设计规划呢，预计将在2021年的夏天出台哦。在2021年的年底哦，我们会开始进行施工。那今年夏天呢，我们还会今年春天呢，抱歉，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项目的下一个社区会议哦。一旦设计规划完成，纽约市经济发展局呢将会把设计规划交给纽约市设计和建设局 DDC。那 DDC 会在施工期间持续跟社区有交流哦。BMC 这个项目呢和东河河滨长廊重叠，所以会影响到现在已经有的一些设施哦。那在社区给我们的反馈后呢，这些现有的设施有些会被更换，然后有些会被重新安放。我们对于 BMC 的项目呢，还有布鲁文大桥河滨长廊设计有来做这个协调，来减少这2个项目间的重复设计。布鲁文大桥河滨长廊水岸空间呢，现在提供整个社区民众使用了，有很多社区居民呢在水岸钓鱼啊，或者是休息啊。那水岸这附近也有自行车设施啊，譬如说像让脚踏车停放的地方，也有健身器材，还有篮球场。我们在这个两桥地区是可以看到很漂亮的东河景观跟曼哈顿大桥的景观哦。不过现在呢，这些水岸的景观受到罗斯福快速道路的限制。我们了解对社区的居民来说，尽可能保留现在的水岸的景观啊，还有水岸的通道非常的重要哦。为了确保社区呢能够在未来尽情的享受水岸呢，我们设计了一系列可以部署的防洪闸门以及固定的防洪墙。防洪闸门呢能够提供社区适应力，对气候的适应力，同时也保留景观以及前往水岸的通道。翻板式的防洪闸门呢，在不使用的时候是藏在地下的。那还有滚动和移动式的闸门是在2个固定的装置间开合，那安置在防洪墙后。那这个平常是看得到的这2个闸门，但是所有的闸门呢，在风暴来临前呢，都是关起来的。那在这水岸呢，我们最主要的防洪措施呢，最主要的是翻板式的防洪闸门哦。那它是用这种液压系统来进行发电。那这个液压系统会
安装在2个闸门间的立体柱子内。那因为工程和空间的限制哦，滚动和移动式的闸门将放在水岸比较少的地点哦。比如说放在36号码头，为蒙哥马利街和布鲁伦大桥地区提供防洪的保护哦。那现在就要介绍台生技术，因为受到气候变迁影响，两桥地区在2050年前哦，会常常有潮汐淹水的风险哦。因为海平面上升啊，加上高潮汐啊，以及小风暴啊，将提高那个水岸这一带的水平面高度。主要的暴风潮造成的淹水影响会比较少，但是会更经常发生哦。我们知道呢，社区民众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担忧，而且有社区民众已经表示呢，有看到水面呢已经上升到河岸边哦，也有在河岸边的岸边遇到水上升的这种经验哦。那我们在这个项目呢，除了对未来海岸风暴做出应对措施之外呢，也对海平面上升的情况呢，我们也有做一些措施。为了降低潮汐淹水的风险哦，这些防洪措施将盖在台升的基座上，高度最高会2.5英尺哦。那这些防洪措施会在主要风暴来袭的时候呢被再使用，减少风暴带来的洪灾风险哦。我们会在水岸的中段呢提高呢基座，但是我们会采取一些措施让水岸通道保持畅通哦。那这些防洪措施加盖在这个台升的基座上面哦。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防洪措施跟周遭的公共空间的设计将回忆一系列场地限制哦。这些场地限制包括清除罗斯福快速道路的梁柱啊、地基啊跟高架结构，然后还有地底上有一些水电设施和排水道设施哦。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维持通道，让救护车跟维修车能够进行畅通，还有以及提供车辆的通道。我们这个项目设计规划的特点包括有社交空间，可以乘坐休息啊，还有活动游戏的空间啊。你现在呢看到了这个图片上粉红色的部分呢是社交空间呢，规划在水岸的入口哦。那橘色的部分呢，则是提供民众游乐和活动的空间哦。这些项目是规划在这个项目的南北两端的住宅区前呢。那在这蓝色的区域呢，会放这种椅子啊跟板凳啊，让民众休息啊跟欣赏景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空间哦，先来看布鲁文大桥这一区哦。那这个区域在布伦大桥的北边哦，包括从Robert Winter Place 到史密斯政府这边。那在水岸中间的灰色区块呢，是防洪建设，这是用金属合板做的防洪闸门，会安置在台升的基座上。那2个闸门之间会有水泥柱哦，水泥柱里面装有提供闸门电力的液压发电系统。基座两边有坡道和阶梯，有提供民众进入哦。绿色部分呢是公园局用来储存维修器材的空间。那我们提供社区民众的公共设施包括板凳啊、游戏桌啊、躺椅啊、野餐区啊，还有一个篮球场，还有小型的表演空间，还有滑梯啊、球点等等。
这个是从掀开式防洪闸门上方往北方看到的景色。那你可以看到篮球场跟演菜区呢是在左手边哦。那这是从东河方向看过去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这个表演空间哦，还有布鲁伦大桥以及布鲁伦的和曼哈顿大桥的夜景哦景色。那在加萨林坡这个区块，因为场地的限制哦，在史密斯政府楼这边新开式的防洪闸门会被安置在这个行车道下面。那我们这里的提高的基座呢，有提供了游戏和健身的空间哦，然后会有一个给5岁到12岁小朋友玩的游乐场，以及还有给2岁到5岁小朋友游戏的地方。那在游乐场上，我们也会有安置很多座椅，提供父母休息啊，以及照顾玩游戏的小朋友们。在加瑟林坡的入口处呢，会有坡道哦，会让民众进入。那在这个空间上呢，会有躺椅啊、游戏桌啊等等。那民众可以在那里休息啊，还有交流啊。当风暴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启用这些防洪闸门哦。那闸门呢，立起来之后呢，就可以防止水灌进来。这些闸门都是用耐用材质建造的，但是不过暴风来的时候，这些设施还是会受损，所以还是需要定期进行维修更换。那刚刚介绍这个翻板式防洪闸门的材质为金属合板，表面有防滑材质，可以确保大家的安全哦。那我们的闸门用这两种基调来凸显水岸旁的这些活动空间。那在暴风期间，闸门呢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内陆的地区看到这些闸门这些防洪设施。好，在加萨林和市场坡之间的空间呢，我们会放椅子呢，让民众乘坐啊，然后呢可以观赏东河的风景哦。在接近路口的基座机台呢，我们会刻上街名来方便民众导视哦。那在市场坡这边，因为地下排水室，所以在我们的滚动式闸门呢，是安装在这个防洪墙后面呢。在这里有一个坡度可以防止潮汐淹水。在南街往水岸的地方看，你会看到一个金属的片状装置哦。那其实这个后面呢是我们的防洪墙跟那个防洪闸门。在市场坡和派克坡之间呢，就我们有放椅子提供民众休息，还可以就是欣赏两桥水岸的风景。在派克坡这边的设计跟加萨坡相类似，上面有很多弹性的空间哦。在入口处有坡道和阶梯，可以让民众通往水岸。在派克坡和罗格斯坡中间有游乐场啊、乒乓球桌啊，还有给小朋友的攀爬设施哦。那以及有许多视觉装置游乐场，然后提供给小朋友2到5岁的小朋友的游戏空间。我们也有提供给小朋友的攀爬设施。在罗特斯坡道这个区哦，我们也盖一个坡道，让民众可以通往这个台升的基座的空间哦。那这个台升基座上，我们有提供休闲的地方啊，然后游戏桌等等。另外还有观景的板凳以及园艺造型。那在35号
码头南边的抬升基座上，我们还有健身空间哦。这些健身空间我们有提供一系列的健身设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防洪措施哦的设计那这个防洪墙的波浪图的设计，表面是波浪图案，跟东海岸线防洪工程项目一样的，然后上面会有水位标记。那波浪图案是沿着防洪墙这样子从短延伸到越来越长。滚动和移动式闸门的材质是灰色金属，闸门的图样是跟东海岸线防洪工程项目一样，然后也会有编号。那我们这个防洪系统紧邻在布鲁大桥旁，那防洪墙从布伦大桥的南面延伸到南街。那在横跨南街的地方，我们会安置翻板式的闸门来保留行人和车辆的通道。翻板式闸门的液压动力发电系统会安装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混凝土柱上那这个混凝土柱呢，上面会有水位的标记跟编号。在35号码头这边，因为地底下有下水道室，所以不能安装翻板式的闸门。在这里，我们就使用2个移动式的闸门，它们是靠着防洪墙，然后也可以连接着地下水道。在36号码头的前面呢，因为呢景观和通往水岸的通道已经被36号码头现在的设施挡住，那这里呢主要防洪设计是有防洪墙，还有滚动式的闸门，所以可以保持一个通道，让那个纽约市警局跟卫生局的车辆通过。在这个地方呢，防洪墙的设计是有弯曲的，所以车辆的视线会比较清晰，确保行人的安全哦。那我们还会增加人行道的宽度改善行人的环境。在接近蒙哥马利街横跨南街的地方，我们会安置翻板式闸门来给保持行人和人行道的通行。那只有在暴风雨期间才会使用该闸门。最后，在蒙哥马利街这边呢，我们防洪墙会安装在双文小学娱乐场附近的挡土墙上。那靠近双文小学娱乐场的这个地方呢，将会有一个小型的翻板式闸门，然后可以保持这个通道畅通。这个项目还有包括节流隔离门控制室我们将防洪措施跟排水系统结合。那节流管可以将大量的水汇集到曼哈顿垒站之后，再传送到布伦牛顿溪处理厂。那为了让这些污水能够聚留在曼哈顿垒站 ，BMCR 项目中的节流管将连接到 ESCR 项目区域中的节流管。在发生沿海风暴时，需要在防洪系统的南北端关闭这个节流管，所以洪水才不会进入下水道，引发地下洪水。那节流隔离门安装在这个节流管里面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现在介绍这个是节流隔离门控制室是位在这个 Robert Wendry Place， 就在 DOT 的空地的旁边那控制室内呢有操作地底节流隔离门所需要的设备。然后这个控制室呢旁边会有一个小小的围栏区域，然后以及一个临时的发电机。那我们在这部分的设计还有包括改善现在南街行人的步行环境
我们会透过拓宽人行道，并在这个 Winkler Place 上加上人行横道连接。作为设计的一部分Winkler Place 也要从一条双向街道转换成单向街道。那现在我们的简报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你的时间，然后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保持联系，然后我们会定期给大家这个项目的最新消息。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简报。我们希望大家都有学到一些东西在这个简报中。如果你要使用电话的话呢，你可以按如果你是用电话在使用这个软体，你可以按星跟9来问问题。刚才在会议中呢，我们第一个问题 Heather 问，在蒙哥马利街北边是否有考虑过类似的项目计划？如果没有，为什么呢？这个区属于 ESCR 项目，我会请市长附属办公室的 Jordan 来回答。大家好，这是市长办公室的 Jordan Salinger， 很高兴在这里大家见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什么是气候适应力项目。要了解，没有2个项目会完全一样，每个项目根据受限不同。比如说，这个项目就受限到地区复杂地下系统，但该区也潜在一些机会。ESCR 项目本质不一样，比如说，该区没有受到罗斯福快速道路的限制，因此项目的计划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正在找寻这个项目南边的区域填土扩展的机会，所以没有2个项目的内容会是一样。所有气候适应力项目的内容会根据该地区的限制，还有潜在的机会有所不同。谢谢周任。在聊天室还有一个问题 ，Tommy Love 问。这个项目是根据哪一年的海平面上升预测来设计？我请 Jordan 或 Lauren 来回答。我先回答，再请 Lauren 补充。这个项目是根据2050年100年风暴时海平面上升的预测来设计。上升程度大概会是2.5尺。这是根据纽约市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的数据来预测。这个会也有验证我们的流程。Robert，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Jordan， 你给了很好的解释。唯一要说的是关于海平面上升的问题。正如乔登所说的，我们假设在2050年海平面将上升30英寸，所以我们将翻板式闸门设立在抬升基座上来防止潮质淹水。不过简报也有说明，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影响了，水位已经非常接近水岸，并且多次水有渗透到岸边，这种影响很快就会出现哦。下一个是 Tourist。
你可以，抱歉。我只想要讨论影响史密斯政府楼的部分，就是 Wagner Place 这个区域，以及南街到凯瑟琳坡这边。这区刚最近完成一个公园的建设，那儿童是设计规划的一部分。我的问题是，社区儿童对于设计规划的特色意见是什么？我们在进行史密斯公园设计的时候，我们把围栏拿掉，非常美观。我们让小孩选择他们想要的东西和颜色，我们呈现给他们都是安全的。这个公园一区是给学步儿童到5岁的小朋友，另外一个一区是给11岁小孩使用。学校也会使用这个公园，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有什么样的特色？这个软体有点难呈现我现在讲的那个简报页。汤雅呼楼人，你可以把简报滑到Torres 讲的这个简报吗？我不熟悉你说到的公园，我愿意了解更多。我们目前做出最大的改变是在我们跟史密斯楼居民1月还是2月时候做交流时，我们加了表演空间，还有在这个区域呢，我们放类似像35号码头一样的摇椅。所以让大家可以走动，我们也减少篮球场的数量，增加一些野餐的空间，还有增加表演空间。这是针对你的问题来回应。我觉得增加摇椅挺好的。老实说，我无法真正区分摇椅长什么样子。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解释哦。基本上跟现在放在35号码头的摇椅一样。我有最后一个问题哦。对于使用轮椅和助行器人的出入通道，因为呢，这里有很多坐在轮椅上啊，或者是使用助行器的祖父母在照顾他们的孙子，然后在南街跟 Wagner Place 的那个地方，需要被注意的是灯照明，那条街已经是单向了。这是一种方法，唯一要成为双向街的原因是因为市府员工不用绕着史密斯楼直接走向南街，它甚至不是一个完整街区。对，就是在那个狭窄地区。另外，在史密斯楼一侧的南街上有一个 stop sign， 它像一个叉子，在那里真正需要的是照明哦，来导引交通哦。如果你要做一些改变的话哦，另外哦，每次洪水发生的时候，你们要使用的是临时发电机吗？关于身心障碍者的通道的问题哦，我们一直都有在努力哦，能够保持平衡哦。但是为了防止洪水泛滥，我们需要抬升基座，抬升基座可以抵抗海平面上升。那总共大概有88个身心障碍者的通道安放在每个街区，方便行动不便的人穿越。你真的看不出来哦，这是为什么？
另外呢，我要补充的是，你说的单向和双向道的那个地段哦，我们实际上呢要把闸门呢从 Workman Place 移到南街哦。我们要把闸门移到拐角处，就在南街上吗？所以不会像 Warden 那边一样是一个对角线吗？我要常常穿越那边，我要告诉你那里真的很危险哦。对，我们要在这里多增一个人行横道，可以改善这种状况。最后我要提的是，除了这个示意图以外呢，这个简报会放在网站上哦。我们有3到4个360度浏览工具可以浏览这个项目，然后呢，你可以有虚拟实境的感觉来浏览项目。我们会很快的在网络上公布，希望这个能够帮助你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对于鼠疫爆发的话，你有应对的计划吗？是的 ，EDC 负责设计这个项目 ，DDC 负责施工哦。我们会跟 DDC 合作，关于一些施工的事项。施工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哦，我相信他们会遵守所有的要求。我明白，像这种规模的项目，这一点非常重要哦。因为山迪飓风的关系，在史密斯政府的气候适应力项目施工哦，我们算了，总共有167桶材料。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问这个问题。这些东西要去哪呢？其他社区都是有水泥，但是我们有社区有草皮和其他东西，因此我们希望在施工开始哦，能够和居民有所交流，不然对居民不公平。我不希望看到大楼里有许多老鼠，然后尖叫。好，谢谢。谢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聊天室的问题哦。在聊天室中 ，Mike Reederson 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定期测试防洪闸门和整个系统哦。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更一步运作和维护的问题。那Lauren可以稍微讲一下，也可以谈论防洪墙的规格哦。当然可以哦。我们也有 DOT 的代表在这里可以回答。DOT 负责系统的操作和维护，他们可以加入更多细节。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在暴风雨来时部署防洪闸门哦。我们也会在这个项目开发操作和维护手册，并针对紧急情况来进行规划。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制定定期维护程序哦。会在每个飓风季节之前对这些闸门进行测试、部署和检查。我们要回答刚刚 Torres 小姐的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可以详细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在节流隔离门控制是使用临时发电机哦，而不是用永久式的发电机。发电机如何发挥作用？我不确定是 Lauren 还是 DEP 要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哦。我们有一个备用的发电机会放在该地点，在暴风来时电力中断哦，我们要确保有足够的电力关闭，并操作地下的节流隔离门。我们不希望扩大节流门控制室的占地面积，使它没有办法配合当地的场地哦。因此哦，在暴风雨期间，我们会将临时发电机带到现场。然后呢，节流隔离门控制室旁的围栏是永久性的。刚提到的这些东西不需要永久安置在控制室里，控制室只要容纳所有基本的设备。我现在看到 Travel 举手 ，Travel， 请你取消静音。谢谢你哦，感谢 BMCR 团队的介绍。我知道这个项目很多年，大概5年哦。我会条列我的问题。我看到其他人有举手要问问题。我的一个问题是哦，这也有可能是之后会议可以注意的事情。施工是否会错开？整个码头是否都会关闭呢？35号的包公跟包公司都错开，但现在疫情发生哦，尤其是夏天时哦，应该要确保能够提供民众开放空间啊，以及民众可能够经常使用该空间，以及保持35号码头的通道。我知道现在设计规划完成75%，以后会有细节的讨论。我想提供一些有关35号码头的使用经验。就是很多这样的空间，包括下面的表演空间，可能会变成滑板族聚集的地方，所以我希望有一些策略可以把握这些空间不会被摧毁。在曼哈顿桥有一个设计良好的滑板公园，我觉得应该要引导滑板族前往那边。在曼哈顿下城或 MCR 项目要延伸海岸线的区域，实际上延伸土地哦。我明白设计会有一点困难，其中一些选项包括拆除罗斯福快速道路。我只想知道，如果继续从布鲁伦大桥开始拆除 FDR，将如何将抬升基座向布鲁伦大桥北边延伸呢？感谢你们听取我们对于凯瑟琳波和市场街交口的照明意见哦。Robert Wagner 现在这个区遇到自行车和行人安全问题以及许多冲突，我很高兴我们可以获得一个解决方案哦，包括要求自行车照亮那些街口，所以人们可以穿过那些马路。现在人们穿越那个马路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和自行车相有同样的车道。如果在那些区道安装一些灯光，我觉得我们可以解决一些冲突哦。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呢，在第36号码头要安装的掀开式防洪闸门，我想它在暴风雨来临前是关闭的哦。在这个区有卫生局和消防局的设施哦。因此，我假设他们已经同意会撤离哦。我们不希望看到 FDNY 哦，必须在风暴期间哦打开闸门哦，来破坏这个系统。谢谢。那我依序回答。第一个是施工是否会错开？我们会把项目移交给DDC 来进行施工哦。
DDC 非常积极参加到现在的所有会议哦，我们从开始就和 DDC 有进行协调，不是设计一些无法监测的项目。我觉得 Trevor 你的重点是我们能够完成这个项目，保护社区，应对气候变迁呢。一旦 DDC 确定好承包商，我们会向大家通知工程进度、时间表等。很显然，我们要能够平衡让这个社区尽早有防洪措施的同时，还要尽可能保持减轻施工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就像你说的，在 COVID 期间提供开放空间的室外空间很重要，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那关于滑板族使用的问题哦，正如你所说的哦，我们设计完成现在是75%。明年第1季或第2季度才会全部完成。那我们现在有大方向的计划，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增加一些细节。我们有收到第三社区委员会的反馈哦，希望我们能够呢，在这个项目增加一些设计，让滑板族没有办法滑板。关于 FDR 的问题哦。当你问 FDR 该如何拆除的时候，我想到在金融区和南港周边地区哦，这需要更长期的总体规划。我们目前没有获得资金来从事这个项目，我们正在和 DOT 合作寻找替代方案，然后要从交通和气候适应力2个角度来研究。我要说是在这个社区中，我们有一个可以实施运作 FDR 的资本项目，我们将以这个为基准哦。那如果之后决定为某个项目提供资金，我们还会再处理。好，谢谢。Trevor 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在36号码头地区有许多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卫生局啊、消防局啊和 DOT 的地方。那像柔仁之前提到，我们还在制定这个项目的运作计划。当防洪闸门关上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在明年年初的会议会有更具体的说明。当风暴来时，是由纽约市应急管理办公室将来通知哦。要不要关上闸门哦？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计划时，是有咨询这个单位，还有其他单位哦。那在风暴来时，我们会和纽约市应急管理办公室合作，在关上闸门前，确保那些撤离的必要的紧急车辆、人员、设备哦。聊天中的 Scott Baker 问了一个问题哦，有没有什么计划是针对在36号码头的垃圾车棚、篮球场以及 DMS 的站哦？这些设施呢是有一些呢是由EDC 来管理哦，有些则是我们合作的公司哦来管理哦。所有这些结构都在码头边哦。所以，如果要设计一个保护这些设施的防洪工程是不太可行的。不过呢，闸门要关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和相关单位进行协调哦，确保他们能够撤离疏散必要的设备和人员。
接下来是 Frank 的问题哦，Frank，请你取消静音。谢谢你哦，感谢 BNCR 团队。我有2个简单的问题。我在之前的简报看过这些内容，但我才是注意到有关自行车安全和行人安全有关的问题哦。我以前听过这个问题了，在我看来，你们有图呈现居民啊如何出入这个公园。理想上呢，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利用人行道在进出这些公园，但我觉得现实生活不一定会发生哦。我知道呢，自行车道呢是整个城市整体设计的一部分哦。那这个城市环着大的 U 项，所以会遇到很多穿越的行人。对于居住在我们这附近的人来说，这里夜间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许多老人会使用不同类型的活动场所。我想知道呢，这个项目是否呢有出于安全考量，提醒人们他们呢穿越在自行车道上，所以自行车骑士和行人之间不会有摩擦哦。因为呢，这些设计会被很多人使用，就像我说，这个社区到深夜都还有很多活动。我希望看到一些策略，可以避免自行车骑士跟行人间的摩擦哦。在这社区，其实自行车人甚至都不住在附近，只是经过这里。但是住在这里的社区居民是真的想要使用公园哦。我的第2个问题是我搞不清楚，在暴风雨期间如何关闭节流隔离门哦，来防止淹水和下水道哦，这是什么意思哦？然后我还想知道污水如何聚集到下水道系统和排水系统。我的意思是我知道在超级风暴期间呢，会关闭节流隔离门呢，以防止污水进入。但是除了节流隔离门之外呢，有没有像污水排放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策略？我想听到更多解释，谢谢。关于第1个问题呢，这个是一个可移动的防洪保护装置，而不是一个大防洪墙哦。我们也明白，对社区来说，能够使用这些设施和进出水岸哦，非常重要哦。让我请 DOT 的 Jennifer 来解释一下这个自行车和行人安全的问题哦。Jennifer 上周加入我们第3社区委员会的会议，有关自行车和行人安全的问题，我们通常都遵循 DOT 的标准。Jennifer， 你可以说几句话吗？大家好，谢谢 Frank。我是 Jennifer， 我是曼哈顿区 DOT 副区长。今天晚上来自我其他适应力项目团队的同事也会加入我们。我们上次参加第3社区委员会的时候，居民有提出对自行车骑士和行人之间冲突的担忧。那 Trevor 有提到其实我们正在研究特定交叉口和冲突地点，特别是在加萨林坡、玛格丽坡、派克街。那我只想提醒大家这些特定的绿道路段呢，并不在 DOT 的维护范围内。但是呢，通行权呢，以及自行车骑士和行人的安全属于我们的职责范围哦，所以我们会进行评估和审查，并且向设计团队提供建议哦。如果合适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哪些元素可以添加到这些地点。所以 Frank，
如果你有知道其他特地的地点啊，不只是那些人行横道路，可以告诉我们哦。我们会进行评估。谢谢。关于节流隔离门，我请 Lauren 来回答。汤阳，你可以把简报移到最后的部分吗？大概是第60页。Frank 说的，就像 Frank 说的，基本上我们要在社区的前面和周围建造一个防洪墙。那我们不希望从其他邻近地区来的风暴潮进入我们的社区从这些防洪保护措施的背面进入社区。Lauren， 你可以解释一下节流隔离门和排水系统吗？当然可以哦。让我认为我的土木工程师同事呢，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我向大家介绍节流隔离门的用途以及部署时如何发挥作用那你在屏幕南边看到这个 BNCR 节流隔离门将阻止南方的污水节流管的水流流入两桥地区按我们的设计不仅呢是针对风暴潮进入内陆的污水还有风暴潮同时发生的暴雨的污水。因此，雨水和污水都能够流入节流隔离门，然后产生多余的容量，所以就不会有污水会从南方过来。那污水会流向北部，流向曼哈顿雷站，最后流向了污水处理厂。因此基本上这个系统可以同时容纳雨水、污水和风暴潮带来的水。Frank 问题还包括有没有可能在地表上有额外的排水工作，比如说我们是否安装新的排水系统还是我们可以容纳在现有系统中？这通常在现有的系统中容纳，在某些地点呢，我们呢会放几个集水盆。那总体上我们现在要使用那边现有的建设。我想补充的是，这个问题确实有在这个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提出，当时这个水岸呢，河岸沿边有排污管漏水，造成社区部分淹水。那我想让大家知道，在这个项目中的一个建设，就是我们要重置跟重建现有的污水管，所以呢，这是一个大改善。是的，项目内所有的水利设施都会被更换，正如Lauren 说的，这已经非常久了。谢谢 Paul 跟 Lauren 我们可以合并聊天室有2个问题Carter 问有多少制造商来制造这些翻板式闸门Heather 问了世界其他地方有使过这个系统吗ESCR 北边将使用一些这些系统那至于世界其他处呢，有没有使用过这个系统？还有多少制造商来制造？我请 Lauren 跟 Jordan 回答。Lauren 跟 Jordan 可以回答一下这些系统是不是有在世界其他地方使用吗？我可以开始。Jordan 你也可以插入。是的，这些闸门已在世界其他地方使用，尤其是在纽约市已经在使用一些。
在纽约市已经安装了许多此类的闸门哦，比如说在贾维兹会议中心中已经有一些，前面有一些，还有在纽约大学人工医院呢，其中这些闸门呢，有一些高度和我们这个项目安装的闸门高度一样高哦，达10.5英尺至11英尺高哦，55英尺长哦。那这个项目呢，独特之处就在于哦，有多少我们部署了多少个闸门哦，以及延伸场的总数。这些被使用过的闸门已经被证明非常有效了。有人要补充吗？我想 Lauren 已经有说明白了。Daniel 有举手问问题，请 Daniel 取消静音。我的问题是跟进 Friend 的问题。我看过 ESCR 项目的文件以及第一批工程师在第3社区委员会上的声明哦。当节流隔离门关闭时哦，第一批工程师说南街哦会被水淹没，南边的街会被水淹没，然后包括下东城啊，还有两桥地区。还有在你们简报的图示上哦，我看到呢，节流隔离闸门打开的时候，南街那边还是有被污水淹没，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关闭这些节流门的话，那南边呢所有地区都会被污水淹没吗？Lauren 或 James， 你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我想请我同事来回答这个关于地下污水系统的问题。关于 Frank， 你说在视图上南街看起来像是被淹没。汤亚，你可以把简报搬回到第38页。Daniel， 请问这是你说这个是淹水状况吗？这张图的闸门确实是在使用中，所以是关上的那你可以看到，在南街上呢还有积水那我们只是想要贴近现实因为在重大暴风期间不仅会有河水灌入也会有下雨，所以我们在这里呈现的是雨水，而不是内陆的洪水。Paul， 你可以跟进吗？我不知道你阅读的文件或者是第一批代表在会议中的声明不过呢，我们在这个项目做了一个非常广泛的液压模型那我们不仅和第一批协调，还有跟 ESCR 项目协调，以及以北的项目协调，以确保这些项目可以同时使用，而且可以处理暴风雨来的时候和卫生不会让洪水淹没社区就像你说，如果社区被暴风雨淹没，那么项目设计来避免暴风场只是完成一半的工作，因此呢，应该是2个都可以防护的。那这个模型呢，证明呢，可以2项都有防护。比较特别是呢，我们为了要获得 FEMA 的认证这个项目被设计可以协同工作，但是也需要独自工作。
因此，如果这些项目中有些项目没有办法建设，那么可以建设的项目仍然必须要独立工作。那因为他们和其他项目的闸门是串联的，所以在这个项目我们启动南向闸门时，靠近两桥区域以北最近的闸门就不需要关闭。然后再次重申一下，这是一种保护措施使风暴潮来临的时候，洪水不会淹没两桥地区。我是第一批的 Ken Lamb， 我只想要回答有关 ESCR 项目的问题哦。当你放置节流隔离门的时候，你就把 ESCR 地区的与上游和南部的地区隔离开来哦。当时是 BMCR 的地区哦。一旦呢 BMCR 完成BMCR 项目将有在南方将有闸门哦。那它会把 ESCR 跟 BMCR 这两个项目区域的北部和南部的区域隔离开来。那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呢发生风暴潮、洪水浪潮的水会淹到保护区以外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呢？像这个山地飓风来时没有受到保护区域的下水道被淹没，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项目完成后呢，这个区域将是一个受到保护区的受保护的区域而不是非保护区是的，我觉得我们居民还是有很多关于排水系统的问题汤雅问牛顿溪污水处理厂的容量我们可不可以确认那个牛顿溪污水处理厂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我们讨论的污水量？可以的。好的，谢谢 Paul。我们现在来回答聊天室的问题，再来回答现场的问题那问我们有没有提到最近完工的35号码头会发生什么情况还问一个问题，就是最近盖好的设施呢，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如说像健身器材中的微型草皮场等等。关于35号码头的问题35号的码头不在本项目的范围内，基本上会保持原貌而且在防洪保护之外那 EDC 设计该项目并且该项目的设计使用了气候适应力材料。关于现有的设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复制呢现有的设施呢？那东河河滨长廊项目位于35号码头以南一直延伸到华尔街以南的炮台海式建筑是东河河滨河岸项目的一部分由 LMDC 资助是曼哈顿下城开发公司与 LMDC 在911后进行的重建来恢复曼哈顿下城。那我们一直在与 LMDC 合作来实行这个项目那在这个项目正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山地飓风发生了。那我们随后呢，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额外的拨款来建造这个项目。那很不幸的，这个项目跟 BMCR 项目有所重叠。但是我们正努力保留BMCR 这个项目的原始的设计和精神在过程中社区投入很多心力，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提供防洪保护。Ethan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要补充的是在水岸边的前部措施BMCR 这个项目会维护
用来维护那边种植的植物啊，整个栏杆系统啊。那第4区阶段的开放大概将在下周左右全面开放。那一些开放的区域范围会缩小，会影响一些设施啊，如草皮区啊，但是河岸大部分的地区都会保留。谢谢。我们还修改了布鲁伦大桥和滨长廊项目的范围在 Wookner Place 附近的区域将不施工，以确保我们没有重复那该项目现在还没有施工，可能会在明年初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回到现场的问题。Hi Christina， 你有问题吗？谢谢你和团队的介绍。我注意到在加萨林坡跟派克之间呢，有相当大的倍大空间哦。那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地方安置一些活动啊，在那里有很多Knickerbocker 的小孩啊，或者是提供给一些活动空间给老人家，那我觉得会对这里的居民很好。另外我要说的是有关照明的问题哦。到目前为止哦，这个项目沿岸呢很多地方非常暗哦，所以我想确保在施工阶段呢，这整个项目的区段都有充足的照明，就是这样。谢谢。谢谢 Christina。我们跟公园局的人合作设计你说地区的空间的设施哦。那 EDC 跟公园局共同拥有这些空间的管辖权，因此，我们在设计方面与他们进行大量合作。我们有 Lauren 可以来解释一下加萨林坡跟市场街这边被动的空间的设计。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我们也一直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哦。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评估现有的设施哦，以及建设哪些新的设施，我们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那我们努力要做到一件事，就是在河岸的沿边提供不同类型的空间来回应社区的要求。比如说，包括增加更多被动区域啊，放座椅啊、长椅啊，提供安静跟放松的空间哦，以及为青少年和老年人提供更积极的用途哦。那我们将尽可能在接近居民居住的地方提供主动用途。那我知道Knickerbocker不是只是在图上这一个小小块的地方，而是向内陆延伸了一个街区。那因为它接近了加萨林坡，因此我们希望居民呢，仍然可以有通往现在加萨林坡跟 Rubber Run Place 现有的活动空间呢。那我们也将一些被动区域的椅子呢改成摇椅这些摇椅就位在街区对面呢，就在小型储物区的对面呢，在市场街和拜克街之间呢，就是现在在 Murray Pershing 这个主要活动区这边。这就是关于在河岸旁创造不同空间跟多元体验，这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哦。我们有因为收到居民的反馈来做一些修改。那
关于照明呢，这是更细节的东西哦。随着我们接近设计最后阶段呢，在春季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资讯哦。那我们跟工业局一直都有关于照明的会议，所以我们一定会牢记你的反馈意见哦。Grace Mac 跟 Hannah 有问题哦。我有几个问题哦。35号码头在夏天的时候非常活跃哦，大家喜欢在草地上的小土地躺下。那很多河滨常很多区段在 FDR 下面，那边呢没有太多阳光啊，可以让大家躺下，或者是野餐啊，或者是享受这个空间。那我提供一下呢，我提供一下设计想法给36号码头哦，因为那边有很多很不好的活动哦。那如果我们可以美化那边的话呢，就会36号码头呢就会像35号码头一样呢，让大家可以在那边享受。希望呢，可以美化呢36号码头。然后呢，甚至呢有一个步道啊，让人们可以在那边散步啊或跑步啊，以及呢靠近码头。然后呢，在码头后方区域呢，目前的空间目前没有充分利用哦，也希望可以积极的运用这个空间哦。至少在这个地方呢，要有充足的照明哦，因为那边实在太暗了。那是为什么那边有这么多这个负面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包括了有人在那边呢点烟火啊、非法毒品交易等等啊。还有关于自行车的问题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呢？可不可能呢？有一个上升的坡道哦，在交叉路口的地方呢，有一个上升的计程车的坡道，自行车的坡道，所以就不会干扰到呢穿越的行人哦。我只是提供一些可能的意见。这个是跟进 Christina 提出跟加萨林波和派克街的后续问题哦。我觉得这个区域呢，没有很多有文化跟艺术的装置哦。也许你们可以加上这些东西哦，然后可以参考南街码头那边的装置哦。那边有很多文化艺术装置，而且定期展示，而且不时的更换。那我觉得呢，这应该要被考虑哦，尤其是对我们这里的居民啊，还有参观这里的人来说，这真的需要被好好的考虑。有关36号码的问题，6号码头的问题哦，聊天室的温迪也有提出哦，36号码头后方空间的问题哦，谢谢你们都提出来哦。那过去呢，我们有收到来自社区的反馈，我这是想要澄清一下这个超出我们这个项目的范围。那这个项目大部分的资金呢，是联邦资金哦，那是针对气候适应力建设的资金哦，所以我们必须聚焦在此哦。那36号码头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我很感谢你呢提出这个问题哦。
显然有一个完整连接的河滨长廊跟绿道非常重要，但这始终是一个资源的问题哦。我想说呢，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哦，我们呢正在努力呢，在该地区设计多种活动，但是呢，该区的地上跟地面都有很多限制啊，比如说有 FDR 的限制啊，所以在设计中可能会常常有一些比较令人费解的选择啊，或者是比较缺少设施的这些空间啊。那从建设的角度来看哦，当地真的存在一些重大的挑战，不过我们呢，做出最大的努力。Rocky Chin 有问题，Rocky 请您取消静音。我不会重复上一个问题，但是我确实有这个问题哦。我们一直在42号码头的问题中来来回回。那你曾经提过，在那些地区的篮球场，如35号码头、篮球城啊，还有35号码头等等，会被淹没。那其他的码头，包括布鲁伦大桥，在暴风潮来时也会淹水吗？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我们谈论了42号永久码头的建设的时候，这个建设也会跟气候适力有关吗？还是要像这样建造要像依据气候适应力建造，避免淹没嘛？那有没有人谈论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哦。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谈论这个地区的时候，这个地区都没有被谈论到。我另外一个问题是，你的简报图非常有趣哦，可以呈现出项目会长什么样子。但是在双文学校跟篮球场附近的地区哦，没有类似这样的图哦。那我认为有图的话会很有帮助，尤其是你在谈论设计的时候，而且你提到那里会有一个很大的呃墙，而且那里有一些部分呢已经被挡住了。另外，最后我想谈的是沟通的问题哦，因为不知道这个项目需要花多长时间哦。那首先要完成哪些部分呢？另外呢，同时在进行的还有 ESC 这个项目，那这些项目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我认为自行车道和行人用道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整合，但是你们需要跟民众也要跟设计师沟通啊，不然这个中间你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像交通流量，而且你们看起来好像没有协调好。那我提出这一点呢，是因为呢，要通往公园那个部分的结构是闸门最南端了，那部分已经是尽头了。然后你现在有这个项目那这两个项目之间呢，发生什么呢？需要被澄清。还有自行车道，如果呢公园关闭的时候呢，你必须让自行车道呢移出公园，那必须让他们移动到某个地方，然后没有人可以呢说清楚哦。那我觉得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开讯息，而且是要及时的公开讯息。非常感谢你 Rocky 哦。我知道呢，缺乏有关呢施工方面的消息呢，会令人很沮丧啊。那像我之前提的那样子哦，负责建设的 DDC 呢，已经在参加设计会议哦，所以在从此总之下，他们现在也有参加这个会议哦。那我们跟他们呃合作，可以设计一些真的可以实现的设施哦。那一旦我们接近施工点，就是明年下半年开始，就会有更多的信息。直到确定跟 DEDC 交接前，我们都会与 DDC 进行协调。
以便此类的关闭事件呢，能够公开给大众知道，还有遵守所有必须的许可。那很感谢大家在我们完成设计并且要进行施工的这个过程中与我们保持沟通。一旦呢我们找到承包商呢，我们将能够解决更多问题啊，比如说如果处理鼠疫的问题哦。交通问题。那关于双文学校旁的防洪墙哦，这个图呢有显示呢，在蒙哥马利街和南街地区的防洪墙哦。那其实这个地区的防洪墙呢，实际上很浅哦。那在马路对面和36号码头同侧的地方，将有更大的墙。不过很遗憾的，我们没有这个地区的图哦。我们会把这个简报放在网上。Lauren， 你要补充吗？我想要澄清哦，汤雅，你可不可以把简报回到上一个部分？这个图呢是在理想中呢每个位置的透视图。那你现在看到那个非常高上升的部分呢，实际上呢是双文游乐场现存的围栏哦，而不是我们呢在这个项目要安装的东西哦。那现在那边已经有很高的栅栏，还有一座墙。那我们在现有的墙的正前方要建造一个防洪墙，那它将比现有的墙再高出几英尺哦，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在那里建的新的防洪措施是跟现有的设施的条件一致的。那关于 Rock， 你第一个问题哦，你对于要进行洪水泛滥的规划哦感到很困惑，就是如我们在35号码头的讨论呢，那通常我们在设计海滨基础设施时哦，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想哦。在建造后立刻更换东西，然后我们通常设计的时候可以用可以抵御洪水泛滥的洪泛的材料，然后也可以清除干净的，但是像大风暴来临，像山体飓风呢，有些东西还是会受到损害。那关于42号码头的厕所的对话呢，其实已经超过了是超过范围的哦。因为将建筑物放置在洪泛区哦，还有放置在公园的空间是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当有一个公园的，我们的设计还是预计它有可能被淹水了，那我们无法防止所有的损害，我们会尽力而为。很不幸的是在36号码头上的纽约市的相关的设施呢，我们是很难做到保护这些设施建筑物免遭洪水的侵袭，但是我们还是会进行协调。我可以补充吗？在安置这些设施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考虑一些限制哦，尤其是在36号码头还有42号码头区域哦，因为这些是码头的结构哦，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翻板式闸门不仅要很重，而且还要有基座，但是这些基本上是不可能放在码头这种结构上。不过我们一直呢，有在设施中进行了改进呢，所以不管是呢提高呢机械性能啊，或者是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哦。不过呢，我们总共有520英里的水岸哦，水岸线，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只有这个地点才有。我们回到聊天室之前，汤雅问的问题哦。汤雅也有在现场，她有举手发言哦。汤雅回来了，汤雅回来。
你可以取消静音。嗨，大家好。不好意思，我的背景有点吵。可以让我自我介绍一下吗？我叫汤雅 Castro。从1979年来，我就住在265号 Pale Jail。我是居民协会常务理事长联络人，然后自2013年来，我就一直在我的大楼工作，在为我大楼工作。我的问题是呢，我的问题必须要回馈我们大楼的居民呢。他们很多人都试图呢透过电话来参加这次会议哦，不过很不幸的是，他们都需要翻译哦。我会很感激，如果你对我的问题的回答，我可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谢谢。很抱歉哦，Zoom 这个软体的翻译呢，只能够在电脑上听到。那不过像我之前说的，我们会把所有的有翻译的会议的视频记录呢上传到网站，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汤雅。那我要来念出来那个汤雅之前在聊天室提出的问题。第一个是跟牛顿溪污水处理厂有关的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另外一个问题是篮球场要往南迁吗？要迁多远呢？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Lauren， 你可以跟我们说为什么要迁篮球场吗？当然。篮球场目前位于这个项目北边靠近巴克波的地方哦。不过呢，刚才有提到呢，我们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有场地限制哦。那比如说像防洪设施要放置在河滨走廊的中间，河滨长廊的中间哦，那它会一路贯穿现有篮球场的位置，所以我们没办法保留篮球场现在的位置。那跟社区的几次交流，我们了解到社区很多人在使用这个篮球场，所以我们想要保留篮球场的用途，但是我们必须重新安置这个篮球场。那当然，你可以把简报跳到那个29的页嘛。我们要在这里放置一个新的半个篮球场。那我们之所以呢把篮球场放在这里呢，是因为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独特。在这里你看到的防洪措施是你看到灰色的区域哦，其实离水岸非常的近了。然后整个河滨走廊呢，因为够宽，所以我们可以将篮球场紧跟着防洪措施来安置哦，防洪措施来安置，而不是安置在防洪措施的设施的上面。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可行安置篮球场的地点，这是为什么我们把篮球场安置在这里。谢谢你 Lauren， 这真的是一个挑战哦。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失望，但是我们尽力做到最好。汤雅提出几个问题哦，比如说呢，如果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发生不幸事故，有其他资金可以来解决损害，或者继续进行这个项目并完成该项目吗？我也想跟进 Heller 之前在聊天室的问题哦 ，COVID 会不会影响项目的可用资金哦？那关于资金的方面，我不会代表 DDCL 来说明哦。纽约市对承包商的保险要求非常严格，我们也会尽可能维持现场安全。那如果有一些突发事件是有应急资金可以使用，但总体资金而言呢，这个项目是由联邦政府NDR 计划提供1.76亿美元的资金。
我们现在正在跟联邦政府合作，来延长我们可以花费这些资金的时间呢。因为目前是有一个期限呢，但是因为呢 COVID 的关系，这个项目呢，要延迟，那所以我们需要呢延长呢这些使用资金的期限哦。呃，我们也和全国其他遇到相同情况的州和市政府合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州跟政府都不得不暂停这些适应力设计的建造工程。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跟其他市政府当局和州紧密的合作，推动延长这些资金的使用期哦。简短的答案就是因为 COVID，我们呢需要推迟这个项目。纽约市呢，大概花了在 COVID 的救济金上，已经花了3-4个时间了。我们会与联邦政府合作解决资金延期的问题哦。汤雅还有问到在施工期间会不会有遮盖物来防止灰尘进入公园的街道呢，或者是人行道？这是一个好问题哦，这是我之前提到，我们会在春季的下一次会议呢，为你提供更多讯息哦。一旦我们完成设计，将会有更多施工相关的讯息哦，以及纽约市和承包商呢，在施工期间会如何跟居民沟通呢？这些讯息哦，会在明年晚些的时候提供。合同呢确实要求承包商呢要保护呢所有现有功能哦，比如说呢将会有不同的防尘啊、防腐蚀的措施啊，还有保护公众安全的措施啊。那纽约市是有技术法规和安全性法规要求这些防护措施，那也有一套处理没有遵守的承包商的机制，但真正要处理的问题呢，是社区中的疑虑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哦。Taurus 还有问题哦，那请你取消静音。我的问题跟汤雅是同样的哦。我们这个社区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911后留下来的灰尘哦。那这些灰尘跟碎片呢，从来都没有被清理过。我想告诉你，在史密斯楼这边的气喘和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的感染率越来越多，然后很多居民有得到911相关的癌症哦，所以对我来说呢，确保居民的安全呢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哦。然后现在还有 COVID 哦，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当你看到呢，比你年轻的人还有小孩子死于911相关的癌症，非常的可悲哦。在史密斯楼哮喘的发病率很高，而且不仅是在史密斯政府楼，还有其他地方。我建议这里可以呢提供成立一个社区咨询委员会确保随着项目推展承包商呢会跟社区呢进行沟通因为灰尘呢和污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谢谢哦。第一批对承包商在
噪音、灰尘和类似的东西方面都有非常严格的指导哦。就像 Catherine 之前提及的，纽约市通常与承包商签订的合同文件会规定一些这类相关的预防措施哦。到我们明年年底要接近施工的时间了，施工的时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节的讨论哦。那我们的设计阶段应该会在接下来的4到5个月内完成哦。那我们就可以继续进行了施工的讨论跟很多细节。那我们明白对社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包括防洪措施和其他设施，所以我们一定会要完成这个项目，但是要正确的完成哦。谢谢。现在已经超过8点了，但是我还看到有其他问题，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时间呢。聊天室的Elaine问哦，有没有计划？有没有计划是用来检查翻板式闸门之间的裂缝，以及闸门跟其他闸门之间的连接程度哦？在独立于液压功能之外的。那像我提到那样，我们会制定一个维护和运作计划。AECOM 公司这个公司会把这项计划交给我们。那 Lauren，你可以谈一下这个维护计划吗？你可以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是有关于防洪闸门的检查计划哦。确保2个闸门之间能够彼此正确连接哦，然后是否有裂缝哦。那再次重申一下，这个项目的运作和维护计划的细节呢，将在春季的下一次公开会议上更新哦。那我们呢和 DOT 呢会紧密合作来制定这个计划。他们呢负责操作和维护这些闸门呢，还有制定计划。那我们会确保闸门在每个飓风季节之前来处于良好的状态。Trevor 提出了问题哦，这个问题是这个项目获得 FEMA 认证吗？那这样的话，洪水保险费会降低吗？好，那我请 A 康和 Jordan 来回答这个问题哦。但我们的确是希望能够符合FEMA 这些准则。Lauren Jordan，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想也要补充一点哦。我们的确是想要朝这个方向前进了。我们早些时候与 FEMA 会面了，也希望项目可以获得 FEMA 认证了。嗯。我们正在与 FEMA 进行对话，那我不想要猜测一下结果。一旦我们的系统获得认证了，地图就会改变了。不过现在都还是跟 FEMA 在早期谈话阶段，不过预期是我们朝这个方向前进。很好。如果你是使用电话参加这次会议，我想要提醒大家可以按9跟 Star Sign 举手问题哦。Star 9哦。聊天室还有一个问题哦。Bruce W 问的问题哦。社区和纽约市在针对沿海气候适应力的设计上有没有分歧哦？这些问题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在我们跟社区进行频繁的交流讨论过程中哦，我们的面临的挑战哦，包括在设计概念的初期哦。因为呢，我们决定要保留通往水岸的通道，所以我们决定尽可能安置呢，可以部署的翻板式防洪闸门哦，而不是固定结构哦。我们跟社区也在设施方面进行很多谈话。我认为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哦，很难理解，在经过大量设计和施工后，河滨走廊的工程几乎完工，但它发生了，然后还有其他项目哦，所以呢，我们有做了一些修改。那这里的区域还受限了，
地下所有第一批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像下水道啊、天然气候线啊、电力管线以及罗斯福高架道路的结构，这是一个受到很多限制的地点哦。因此哦，安装防洪措施啊，尤其是移动式的防洪措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但是我们设计团队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我要给他们肯定，而且我们找到地点能够安置表演空间啊、篮球场啊、摇椅啊等等，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理解，这是第一个气候适应力项目，我们尽力打造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哦。我们再来看看其他问题哦。Aaron Gonzalez 跟 Daisy 问这个项目会不会影响纽约市第1号输水隧道通行地点呢？该通行地点位于街区的东南角附近哦，在樱桃街南边和克林顿街交界处。我不确定这个问题要请谁回答。Lauren、Jordan 第一批的 Ken， 你们可以回答吗？有关纽约市第1号水隧道通行点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项目呢会阻碍这个通道哦，因为这个翻板式防洪闸门只有在风暴来临时才会启用，所以是不会影响平常的通行。我不熟那边，所以我没办法补充。我相信这个通道呢，通行点是在克林顿和南街的拐角处，在罗斯福快速道路下，因此南街呢还开放车辆行驶。而且它落在防洪保护措施的干燥面，所以如果发生暴风雨啊，它肯定会受到保护，而且还是可以通行的。好，谢谢。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我想提醒大家哦，我想提醒大家，我们会在网站上公布这个简报的 PDF 档哦，也会有英语、西班牙语、福建话、广东话、普通话录制的会议的视频哦，放在网站上。那我现在请我的同事把网站连接放在聊天室哦。另外呢，我们有河滨走廊呢，4个关键位置的360度虚拟透视图哦。那这些呢也会在网站上提供哦，最快是明天或星期五。我们已经有听到民众反映说，虽然有简报啊，还是很难想象这个项目的模样。所以呢，我们做了这个360度的虚拟透视图哦，让大家可以虚拟实境哦，来看一下这个项目，希望对你有帮助。然后我想要感谢呢民选官员办公室参与第3社区委员会的代表，以及社区人士代表哦，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间哦，我们也很期待设计最终的完成哦，所以你的合作跟你的反馈意见非常重要。我们还有4、5个问题要回答。我们会回答完这些问题。还有2个人在电话上，如果你有问题呢，可以按 Star 跟 9来问问题哦。Virginia 问呢，可不可以在东河公园地区有类似的计划？那 Jordan 之前有表示哦。在 FDR 下方呢建造防洪系统哦，尤其是有一个公园的话，是非常具挑战性的，而且呢更加困难呢，还有受限呢。不过在 ESCR 项目中有安置一些翻板式防洪闸门。安娜问蒙哥马利街到23街的施工时间表是什么？ESCR 项目施工的时间是独立的，那我们这个 BMCR 项目施工将在明年底开始再重申一下呢，TDC 会跟社区会有密切的沟通跟合作。
Christina Trava 还有 Torres 有一些关于活动空间和被动区域的想法哦。那公园局呢？公园局将在防洪措施的顶部维护和操作这些空间，所以这是取决于公园局的。不过呢，作为一个整个项目的团队我们真的很希望看到所有很棒的空间被激活，发挥潜力。Grace，你要补充一下场地规划的部分吗？重申一下公园局公园局负责维护河滨走廊，所以我们会是其中一个协助维护空间的机构请问一下原本的问题是什么？空间规划吗？是的，有没有办法像把农夫市场之类的设施带入被动地区有没有办法加入更多艺术和文化的元素？我知道公园局和 EDC 呢，对要做什么达成协议我不确定农夫市场呢会是公园局还是 EDC 来负责。我们可以之后再讨论。我们当然可以讨论更多空间规划的选择，公园中空间规划的选择。那农夫市场可以是选项。Graceman 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在施工的时候，流水有时候会变成棕色，会很浑浊。你有帮助测量或测试相邻建筑物中水的措施吗？然后再重申一次，有关施工的问题和细节要推迟到日后。DDC 呢会负责施工。在我们规划这个项目，社区的反馈意见和隐忧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我相信这应该是所有的问题了。还有哪些问题还没有回答到吗？现在有一点混乱因为今天有现场和聊天室都有人问问题如果没有，我只想感谢大家今晚的出席还有感谢今天参与会议、投入这个项目工作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很安全跟健康。我想代表团队向你们祝贺佳节快乐。那我们之后会将在网站上发布很多资料。我的团队呢，我有忽略什么吗？在会议结束后，我们会保留这个页面几分钟如果你有兴趣继续了解这个项目更多的信息，并获得我们的直接邀请参与项目的未来相关活动，请连接到 Eventbrite 这个网站就是你现在在这个页面上看到的连结呢，不需要在网站上注册就可以直接参加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注册，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向你发出邀请函。你可以听到吗？我刚刚好像错过了。我知道呢，我们会有后续，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呢？这些持续跟进这个项目有关的事情会发生呢？那会是像类似这样社区模式来跟进吗？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构想。今天的会议记录呢，会放在网络上发布。那我们会把问答的内容打出来放在网站。那大概会在未来几周内发布。只要我们会把所有的文件跟问答都汇总在一起放在网站
我们也会持续向第三社区委员会更新项目进度。我们还会在春季的时候召开类似像这样一次的社区会议，我希望大家那时候可以亲自参与，不过也要看一下那个到时候的状况。Trevor 有，我看到 Trevor 有问题。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哦，只是想要感谢我住的大楼在3级飓风期间淹水哦，大楼是在 Rutgers 跟南街的角落。我们不仅呢，经历了暴风雨哦，而且我们定期有看到水位有超过淹过水岸哦。我明白项目会遇到一些资金的问题，但是真的想确保这个项目可以完成，所以我们不用再经历一次淹水哦。再一次呢，我要感谢团队和水岸居民的社区居民哦，代表接触，尤其是遭遇到淹水的居民。这个水岸延伸8.2英里长，有很多居民住在布鲁恩大桥跟蒙哥马利街旁的水岸。Trevor， 谢谢你加入我们呢。Torres 还有话说 ，Torres， 我想请你取消静音。我想说谢谢哦。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向社区委员会会议做简报？如果会呢，我们会email 告诉大家，或者是发邀请函哦。我们希望能够在你做简报的时候参与哦，因为我们是在这里生活的人哦。所以当我们跟你交流的时候，不会对于在会议中讨论什么感到很惊讶。那希望大家有一个快乐佳节，并且保持安全。这是一个很好的会议哦。尽管呢，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一周。我有一个小注记哦。拿破仑哦，这个非洲主席周日去世了。非裔主席去世，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哦，也是我们很多人呢的良师益友。我们失去了一个对下东城有远见的人哦。我只是想要非常感谢大家在暴风雪中能跟我们简报，尽管是用 Room 举行哦，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我想回应呢 Torres 说的每个人对这个社区的投入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有这么多人参加这场会议我们为此付出很多工作。那我们会在这个页面停留1分钟哦，方便你们记下资讯或前往连结。这是你可以获得这个项目更多讯息的方法。那我们现在要结束会议了。谢谢你的出席、关注还有提出问题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哦。我们会很快跟你联络，大家保重。